好，我们接下来久违的锐评一下新 DLC 的开发日志。关于这个帝国坟场 DLC， 我原本是没有更新计划的，毕竟它只是一个没有机制的小 DLC， 出了几个国家都比较偏，和之前那个南美的忠诚试炼差不多。本以为会是一个无人在意的 DLC， 没想到这2天突然就爆了，一堆粉丝来找我锐评这期日志啊，那我们今天就评一下吧。首先，在这期日志开头应该是有一个社区大使招募的，现在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是招到了还是不想招了。然后就是印度特有的象兵模型，之前玩欧4的时候经常被大象踩背啊，现在钢4也能踩背了。关于架空线路，第一个讲的是前进联盟，有一个反甘地的联盟，这边是由钱德拉鲍斯来领导的。这条线的内战机制就是利用抵抗度拿地，抵抗度高于 85% 的地区还能直接拿2个师。印度开局是有许多非核心地区的，所以想要拉抵抗还是很容易的。下面还有专门一个国策可以放弃核心啊，主动放弃核心，这个抵抗度肯定拉得快了。只要独立战争爆发就能自动重获核心，还是挺溜的。那我们这个核心随便放了。然后就是是否选择让钱德拉鲍斯逃亡，如果不逃亡的话，被逮住就直接扣20攻防，这个还是挺亏的。之后就是独立战争相关的国策，这个是抢港口的，下面是和日本结盟，拉日本支持。根据这个国策，日本将入侵安达曼并转交给我们。这个安达曼是个岛啊，难道是要让我们玩海岛骑兵吗？下面这个图就是独立战争的图，这边是拿到了右边这一块，然后安达曼在这个位置。刚刚那个抢港口的国策也是挺溜的，他抢的居然是阿拉伯的港口啊，还不是自己本土的。打到差不多英属印度投降就可以直接白合了，也可以选择继续打到底。驱逐完英国后会进入一个新的分支，这边走左边是印度教信，这个是直接进黑线了，给的黑线领导人是加15核心攻击，这个没啥用。看 buff 感觉还是挺战狂的，毕竟减这个正当化时间。接下来就是幽默的大婆罗多了，这个国策点完之后我们直接获得决议，周边国家的核心我们只要点一下就能一键获取啊。如果点的时候它是傀儡，还能直接把这个核心地区转过来，这也太方便了。关于最终能吃多少核心，这个图上面也显示了，左边这个阿富汗，然后尼泊尔、不丹，右边的缅甸，下面有一个马尔代夫，以及上面啊我们一个宝贵地区啊。这个大婆罗多我是第一次见，还真不了解，这边专门查了一下，它本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投射，而非实际可行的政治方案。如果印度走这个印度教黑线的话，确实还就是这个方向，只不过周围的国家肯定是明确反对的。关于鲍斯这条线居然没怎么介绍，直接就快进到扩展印度安全区了。这个安全区乍一看怎么只有中国和尼泊尔呢？更夸张的是，在拓展完安全区之后还能找苏联人要经济援助，这苏联他敢援吗？再拖都拖到苏联去了。黑线到这边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红线。红线这次连攻势都懒得套了，直接就搞了个互斥。内战事件的话也是经典的水兵起义，只不过这边英国会专门扶持一个巴基斯坦来对抗。从他这个时间来看，我们想要和巴基斯坦开战必须得等这个和平条约结束啊，这个和平条约的时间大概是1年多，打赢之后依然是能把巴基斯坦的核心全部吃回来。这国策就这么一小节，到这边就直接没了，感觉这个红线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正常来说，红线变红之后都会煽动周围的国家一起变红的，这个印度自己红完就直接没了。接下来是比较特殊的东印度公司线，这条线不知道是什么色彩啊，感觉就是给英国当狗的。这条线有个特有的机制，就是向英国政府交税，民用工厂越多啊，交的税就越多。这个机制也是挺难崩的，照他这样说，我们不能种地了，超过工厂还得拆一座来降税率，直接去城市化了。之后基本上就是种地小游戏了，靠这个民工来买地，买附属国，然后把这些工厂转移到附属国，这样又可以逃税。后续还有一些国策可以降低税率，或者提高阶梯上限，让这个需要的工厂多一点。总之，这条线就是通过不停的买地来统一的。
这也是挺逆天的。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一起来买呢？好，当狗线看完了，终于到了我们最具争议的架空线啊，重建莫卧儿帝国。这条线的开局是先煽动北方动乱，然后控制一些地区，再接着选一个王公来领导莫卧儿帝国。这4个人我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们和这个莫卧儿帝国有什么关系，只不过他这个数值啊有点强的离谱了。15%的科研速度是什么概念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吗？我就算点决议收留德国的科学家，也就5%的科研速度，这得收留多少科学家才有这个科研？然后就是更加逆天的象兵科技了，它这边图片显示错了，它这个16宽其实是8个营的数值，它这个图标没有设计出来，导致这8个营就显示出了3个圆圈。这么一算的话，每个营2宽就已经有60的 HP 了，还是很逆天啊。要知道我们一个步兵营才25的 HP， 它这个一个大象顶 2.5 个步兵营啊。可能很多萌新玩家不理解 HP 这个数值，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就是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会同样掉一定的 HP。如果你 HP 越多的话，你掉的这个 HP 它占的比例就越少。我们会根据 HP 掉的比例掉同样的装备，如果占的比例少的话，那我们掉的装备就很少。掉的装备少就代表我们这个部队它很肉啊，它很抗揍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肯定是用脚填的，绝对有偏袒的成分在里面。你象兵给个35 HP 就差不多了，直接填60也太逆天了，这下真的是来给大伙踩背了。如果能组出9象9坦的编制，这个踩背感还是很强烈啊。之后就是莫卧儿帝国线的扩张了，直接北扩到阿富汗、瓦罕走廊还有蒙古。这种国策基本上也就给个战争目标，不过根据地名我们也能推测出来到底吃了哪几家。之后就是拉上本地的土邦一起打印度了，把英属印度打走应该就可以了。在此之后，这些土邦的王公会离开自己的邦国，加入莫卧儿帝国，成为可用的顾问或将军。最后就是本次日志最逆天的难活了，他整了一个丝绸之路帝国，这我是没想到的。通过点左边的决议，可以在占领后获得丝绸之路所经过地区的核心，它这个核心就很长了，东起上海，然后经过西北，再一直跑到这个西边的克里米亚还有军堡，确实都是丝绸之路曾经经过的路线，但是它和莫卧儿帝国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地图我第一眼看到就感觉像是欧四玩家的杰作，之前在欧四贴吧经常能看到这种封面的帖子，我这边也是专门查了一下莫卧儿帝国和这个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地理上是控制了丝绸之路南线陆海通道，成为欧亚贸易的中转站。经济上是棉布香料为核心商品，深度参与全球化。总之各种各样的关系还是挺多的，但是这次硬扯了一个丝路帝国还是挺抽象的。我看完这篇日志就感觉它像是把一个用来挑战的玩梗成就做到了国策里啊。钢四的成就大家应该都了解，基本上都是一些谐音梗之类的，没有关系硬说关系，然后让你吃一些根本吃不到的地。对于我这种钢四老玩家来说，这种烂活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早在博湾纷争这个 DLC 就已经出现端倪了。按大伙的说法，乱给核心这方面批社确实该骂，我没什么意见，毕竟钢四不是欧四那种可以随便造核的，这个核心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一些地区的核心缺失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或许是吃亏在 DLC 出的比较早，不过后面如果重置的话，还是要把这方面全都看好。好，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说这么多了，如果后面还有大伙特别想看的更新日志，到时候再给大伙评一下。